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高中同学聚会上，当我说出自己每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时，曾经的同窗们用一种怜悯的目光看着我，他们嘲笑我，讥讽我，甚至有人提出让我去他家做清洁工。然而，当结账的那一刻到来，他们脸上的表情却瞬间凝固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林秀珍，已经退休2年了。说到退休这事，对我来说还真是个复杂的话题。按理说，正常工作的人到了退休年龄，都能拿到不错的退休金，可我却每月只有2000元的养老金，在同龄人中算是最低的了。不过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好抱怨的，毕竟这是我当初的选择造成的结果。38岁那年，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时我在市里一家服装厂当会计，工作稳定，收入尚可。丈夫在建筑公司上班，我们有一个正在上高中的女儿，一家3口生活的还算和谐。但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。那年冬天，我妈突然中风倒下了，送医后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右半身完全瘫痪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我是家中的独女，我哥在外地工作，他跟嫂子的工作都很忙，根本无法照顾妈妈。而且那时候好的养老院还不多，况且我也舍不得把妈妈送去养老院，请个保姆也不便宜，可能我工资就都搭进去了。经过深思熟虑后，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辞职在家，专心照顾妈妈。秀珍，你疯了吗？你现在正是工作的黄金时期，不能因为我就耽误了你的事业啊！妈妈拉着我的手，眼中满是不舍和担忧。妈，我决定好了，你放心，哥哥说了会每个月给我们寄生活费。再说了，现在单位效益也不太好，正好趁这个机会休息一下。我轻声安慰着妈妈，没有表露出内心的不舍。就这样，我离开了工作了10几年的服装厂，回家照顾妈妈。哥哥虽然不能亲自照顾，但每个月都按时给我打钱，这多少减轻了我的经济压力。丈夫也很支持我的决定，他说妈妈把我们拉扯大不容易，现在她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。照顾中风后的妈妈并不容易，每天要帮她翻身、擦洗、喂饭、按摩，还要定时给她服药，监测血压。有时候半夜妈妈突然不舒服，我就得马上起床照顾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的精力和耐心都被消耗得所剩无几。就在这期间，丈夫因为长期劳累，突发心梗离世，给我和女儿带来了沉重的打击，失去了经济支柱，我们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。幸好哥哥增加了每月的资助，女儿也很懂事，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，我们才勉强撑了过来。又过了5年，在我45岁那年，妈妈安详地离开了人世。那时候，女儿已经大学毕业，找到了工作，在城里安了家。而我想去找工作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在就业市场上毫无竞争力。我尝试着找工作，但没有哪家公司愿意雇佣一个脱离职场10多年的中年妇女。最终，我只能在家附近做些零工维持生活，有时候帮邻居照看孩子，有时候去小区门口的早餐店帮忙，勉强维持着生计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开始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因为中断工作太久，我的社保年限远远不够，无法领取正常的退休金。得知这一情况后，女儿二话没说，一次性帮我补齐了社保。我想把钱还给她，但她不要。妈，
您当年为了照顾姥姥，才放弃了工作和很多机会，这些钱不算什么，您就安心收下吧。女儿握着我的手，眼中满是坚定。虽然补齐了社保，但由于中断时间太长，交的少，我最终每月的退休金只有2000元出头。这对现在的生活水平来说，确实不算高，但对我这个消费不高的老太太而言，也够用。退休后，女儿坚持要我搬去她家附近住，帮她照看刚出生的小外孙。我本想继续做些兼职补贴家用，但女儿和女婿都坚决反对。妈，您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，现在是该享清福的时候了，您就安心帮我带带孩子就好，不用再为钱的事情操心了。就这样，我搬到了女儿家附近的小区，开始了我的退休生活。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我抱着小外孙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。小家伙刚满6个月，胖乎乎的小脸蛋红扑扑的，特别可爱。我正逗着他咯咯笑，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：林秀珍。是林秀珍吗？我回头一看，一个打扮时髦的中年女子正朝我走来。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连衣裙，头发烫成大波浪，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，看起来很是讲究。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她的面容，总觉得有些眼熟，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您好，请问您是？我有些迟疑地问道。我是陈丽华啊，咱们高中是同桌啊，你不记得了？中年女子笑着说，语气中带着几分惊讶。这一提醒，我猛然想起来了，陈丽华，我高中时期的同桌，当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变化这么大，难怪我一时没认出来。丽华，真的是你啊，好久不见了，我惊喜地说道，同时把小外孙抱紧了一些。是啊，都30多年了吧？你现在住在这个小区吗？陈丽华好奇地问道。我女儿家就在这个小区，我退休后就搬过来了，现在主要帮她带孩子。我简单地解释道。看来你现在享福了啊，当上外婆了。陈丽华笑着说，然后话锋一转，对了，秀珍，正好碰到你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下周6咱们高中班上要组织一次同学聚会，地点定在江南大酒店，很多同学都确认要来，你有时间参加吗？我听了有些犹豫，说实话，我并不太喜欢参加这种社交活动，一方面是因为性格比较内向，不擅长应付各种场合，另一方面，我现在的经济条件也确实有限，这种聚会往往要花不少钱，这个我得看看情况。我现在要照顾外孙，可能抽不开身。我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迟疑。哎呀，不过就是一顿饭的时间，让你女儿女婿带一下孩子不就行了吗？陈丽华有些不依不饶。再说了，这次聚会是张明组织的，你还记得他吗？就是当年的班长，现在可是在银行工作呢，特别厉害。他特意提到了你，说一定要我把你请来。见我还在犹豫，陈丽华掏出手机，来，加个微信吧，我把你拉进班级群，大家都在等着呢。抵不过他的热情，我只好加了他的微信，随后被拉进了一个叫3班永远的记忆的群。刚一进群，我就看到消息不断刷屏，活跃度远超我想象。好了，秀珍，下周6中午12点，江南大酒店3楼富贵厅，不见不散哦。陈丽华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然后挥手告别。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心中不免有些忐忑。多年不见的老同学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从那天起，班级群里每天都在热烈讨论聚会的事情，
作为组织者的张明经常在群里发消息，询问大家的参会情况，还特意点了我的名字，说很期待见到我。我犹豫了好几天，最终还是决定参加这次聚会，毕竟都是老同学，推脱不去似乎也说不过去。聚会前一天晚上，张明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各位同学，明天聚会的餐标是人均800元，请大家准备好现金，到时候统一收取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我不由得皱了皱眉。800元对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，几乎是我退休金的一半了。但既然答应了要去，也只能硬着头皮认了。聚会那天，我特意穿上了女儿去年给我买的那件新衣服，简单的化了个淡妆，希望能给老同学们一个不错的印象。到了江南大酒店，我有些紧张的走进了富贵厅，包厢里已经坐了不少人，但一时间我竟然认不出几个来。好在陈丽华一眼就看到了我，连忙招手让我过去。秀珍来了，快，这边坐。她拉着我的手，把我引到一个座位上，然后开始向周围的人介绍我。这是林秀珍，当年咱们班的美术课代表，画画特别棒，记得不？听了介绍，周围几个人似乎想起了一些往事，纷纷向我问好，但我能感觉到大多数人对我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，只是出于礼貌在应和。正当我尴尬地和大家寒暄时，包厢的门被推开，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。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腕上戴着一块名贵手表，一看就是位成功人士。张班长来了，有人高声喊道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这位就是当年的班长张明。上次听陈丽华说他在银行工作，张明一进来就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。当他看到我时，似乎愣了一下，然后大步走过来。林秀珍，真的是你吗？这么多年不见，你变化真不大啊。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，声音洪亮。张班长，你倒是越来越精神了。我笑着回应，心里却在想，他可能根本不记得我是谁了。哈哈，都老了，都老了。张明爽朗地笑着，然后转身去招呼其他同学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同学们陆续到齐，包厢里的气氛也越来越热烈。大家开始畅谈各自这些年的经历和成就，有人成了企业高管，有人开了自己的公司，还有人在部门担任要职。相比之下，我这个退休后靠着2000元养老金生活，还要帮女儿带孩子的老太太，似乎没什么值得一提的经历。秀珍，你这些年在哪工作啊？现在退休了吗？坐在我对面的王红忽然问道。我之前在服装厂做会计，后来因为照顾生病的妈妈辞职了，现在已经退休了。我简单的回答。哦，那你退休金多少啊？王红继续追问，语气中带着几分好奇。我有些尴尬，但还是如实回答，不多，每月就2000元左右。这话一出，周围几个听到的同学顿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才2000，现在物价这么高，够花吗？我们单位退休的人都有5、6千呢，怎么会这么少啊？是不是社保没交够啊？各种议论声在我耳边响起，让我感到无比难堪。就在这时，张明也凑了过来，问道：秀珍，听说你退休金只有2000，这也太少了吧？我勉强笑了笑。是啊，因为中间停工照顾我妈妈，一直没上班，所以退休金就比较低。那你平时生活怎么维持啊？光靠这点钱肯定不够吧？张明一脸关切地问道。还好吧，我现在住在女儿家附近，主要帮她带孩子，日常花销也不大，勉强够用。
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一些。张明听完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然后说道：“秀珍啊，你要不要考虑到我银行当保洁员，每个月2500元，比你那点退休金强多了。反正你就会伺候人，干点家务活，别的你也不会。打扫卫生、刷刷厕所应该很适合你。”他这话表面上是在关心我，实际上却带着明显的轻视和鄙夷。我心里一阵刺痛，但脸上还是保持着微笑。谢谢张班长的好意，不过我现在主要任务是帮女儿带孩子，可能没有多余的时间了。这可是天大的好机会啊！张明不依不饶地说：“你看你这年纪，也没什么技能，能有个稳定收入已经不错了。”我再次委婉地拒绝了他的好意，心里却感到一阵酸楚。曾经的同窗竟然用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我，仿佛我是个需要他施舍的可怜人。他还想继续劝我，而且旁边也有同学感觉我不识抬举，拒绝别人的好意。我瞬间感觉这个聚会很没意思。正当我准备找个借口离开时，包厢的门被推开，一位穿着经理制服的人走了进来，看来是要结账了。各位贵宾吃好喝好了吗？你们今天的消费总共是……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忽然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我，眼睛一亮，快步走了过来。您今天也在这里，真是太巧了，您怎么没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安排一下特别招待。听了经理这话，同学们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我也是一头雾水，因为我根本不认识这个经理。陈丽华目瞪口呆地问道：“秀珍，你认识江南大酒店的经理？”张明也惊讶地看着我：“秀珍，你还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？”我正要解释自己并不认识这位经理，但他已经热情地继续说道：“林女士，你女儿刚才打电话过来，说您在这里和老同学聚会，特意嘱咐我要照顾好。她刚刚结完账，说是要给您和您的同学们一个惊喜。这下我明白了，一定是女儿知道我要参加同学聚会，担心我在老同学面前尴尬，所以特意安排了这一出。”张明闻言更加惊讶了：“秀珍，你女儿认识江南大酒店的经理，他是做什么的？”经理笑着回答：“林小姐是我们酒店的 VIP 贵宾，她的公司经常在我们这里举办各种活动。她今天特意打来电话，说要为林女士和各位同学送上一份特别礼物。”说完，经理拍了拍手，几个服务员推着一辆餐车进来，上面摆放着精美的礼盒，这是我们酒店特别定制的茶叶和点心礼盒，每位同学一份，请笑纳。经理微笑着说。同学们都愣住了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刚才那些嘲笑我退休金低的人，现在脸上都露出了尴尬和惊讶的表情。哎呀，秀珍，你女儿太客气了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陈丽华率先反应过来，强颜欢笑地说道。张明也立刻换上了一副笑脸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太破费了。对了，秀珍，你女儿在哪家公司工作啊？这么有面子。”我心里既感动又好笑，只是简单的回答：“她在一家外企做管理，具体做什么，我这个老太太也不太懂。”就在这时，包厢的门再次被推开，一位身着精致套装的年轻女士走了进来。她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优雅和自信，这正是我的女儿林楠。妈，总算找到你了，我刚开完会就过来接您了。林楠微笑着走到我身边，然后转向众人：“各位阿姨叔叔好，我是林楠，冒昧打扰你们的聚会了。”张明连忙迎上去：“
不打扰，不打扰，你太客气了，感谢你送的这些礼物，真是太周到了，这些都是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林楠彬彬有礼地说，然后看了看表，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，小宝还等着您呢。我点点头，起身告别，各位同学，今天见到大家很高兴，我先告辞了。临走前，张明特意握住我的手，秀珍，咱们改天单独聚聚，我有些事想请教你女儿。我笑着点头，心里却清楚他的真实意图。走出酒店，我不禁问女儿，你什么时候成了江南大酒店的 VIP 了？林楠笑了，妈，我们公司确实经常在那里举办活动，所以和经理认识。今天早上我看到您手机上的微信群消息，知道您要去他们酒店聚会，就提前打电话做了安排。你啊，真是多此一举。我摇摇头，却忍不住笑了。必须的，林楠坚定地说，我不能让那些人看不起你。妈，您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，值得所有人的尊重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的手机不断收到同学们的消息，张明3天2头就发信息，说想请我和女儿吃饭。陈丽华也频繁联系我，询问我女儿的工作情况，就连之前从未主动联系过我的同学，也纷纷找各种理由加我微信，表示要和我联络感情。我都婉言谢绝了，只是在群里偶尔回应一下大家的问候。女儿知道后笑着说，妈，您现在可成了香饽饽啊。我苦笑着摇摇头，都是冲着你来的，哪里是真心实意想和我交往啊。1个月后，又一次同学聚会的消息在群里公布，这次的主题是郊游加烧烤，地点选在城郊的一个农家乐。我本不想参加，但女儿却鼓励我去。妈，您就去吧，多出去走走挺好的，我已经让司机安排好了，到时候会有车接送您。在女儿的坚持下，我再次参加了同学聚会。这次的气氛明显不同，大家对我格外热情，有说有笑，再也没有人提起我那点退休金的事。张明更是一直在我身边献殷勤，不断询问我女儿的情况。聚会结束时，张明主动提出要送我回家。在车上，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。秀珍啊，我最近有个投资项目，正缺少资金，不知道你女儿有没有兴趣投资，保证高回报，风险很小。我淡淡地说，张班长，我女儿做投资很谨慎的，而且我从来不参与她的事情。那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？我去拜访她也行啊。张明有些急切地说。我微微一笑，我觉得没这个必要。张班长，你应该比我懂，好的项目不需要这样拉关系吧？张明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随即又强颜欢笑。哎呀，咱们是老同学吗？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你看那天我不是请大家吃饭了吗？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觉得同学之间的情谊不应该建立在利益上。我平静地说，况且我这点退休金虽然少，但也够我生活了，不需要你可怜。听了这话，张明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，再也维持不住表面的客气。回到家后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女儿，她听完不禁摇头感叹，妈，您看人真准，张明这个人就是看到我有点能力，想借机捞点好处，人心隔肚皮，谁知道谁呢？我叹了口气。不过这次同学聚会倒是让我看清了很多人。此后，我渐渐减少了与那些同学的联系，只偶尔在群里问候一下。那些热情似火的同学见得不到什么好处，也慢慢冷淡下来，不再频繁联系我。时光飞逝，
转眼又是1年。这天，我正在小区花园里陪外孙玩耍，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匆匆走来。秀珍，秀珍，是陈丽华。她的神情看起来有些焦急。丽华，好久不见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些疑惑地问道。陈丽华拉住我的手，声音有些颤抖。秀珍，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我儿子刚毕业，想找份工作，听说你女儿公司正在招人，你能不能帮忙引荐一下？我有些意外，你儿子学的是什么专业？计算机，但成绩不是很好，找工作有点困难。陈丽华坦率地说，你帮忙吧，看在咱们同窗一场的份上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丽华，我可以把招聘信息给你，但能不能通过要看你儿子自己的能力，公平竞争，这是基本原则。陈丽华有些失望，但还是点点头。那好吧，谢谢你了。他离开后，我回想起1年前的同学聚会，那些因为我退休金低而嘲笑我的人，后来又因为我女儿的身份而对我另眼相看，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不过如此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女儿女婿一起吃晚饭，聊起了这件事。妈，您不用理会那些人。女儿握住我的手，您一辈子善良正直，不管他们怎么想，您都是我最敬佩的人。我微笑着点点头，我一点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。我照顾妈妈是我的选择，我从来不后悔。虽然因此退休金少了点，但我心安理得。再说了，我现在不是过得挺好吗？有你们陪伴，还有这么可爱的外孙，这才是真正的财富。女婿也附和道，妈，您说的对，人生的价值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，而是看你有没有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望着窗外的夜空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这些年来，我经历了丧偶之痛，照顾病母的辛劳，也经历了重返职场的艰难，但我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尊严和原则。那些曾经嘲笑我退休金低的同学，或许永远不会明白，人生的富足不在于口袋里的钱有多少，而在于内心的充实和丰盈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